欢迎来到24小时动态新闻频道。如果您喜欢你喜欢的艺术家的节目，请随时观看有关你喜欢的偶像的热门视频，并且不要忘记订阅和支持该频道。郭雨欣 CP 感究竟有多强？5组搭档5种风味，谁才是观众心中的第一？在短剧这个节奏越来越快、竞争越来越激烈的内容赛道里，有一个问题几乎每隔一段时间就会被重新提起，而且始终没有标准答案。当一位演员与多个搭档都能产生强烈的 CP 感时，观众真正认可的最佳组合究竟是谁？这种吸引力到底来自演员之间真实自然的情绪流动，还是来自创作层面被精心设计的情感结构？如果把这个问题放在郭雨欣身上，她会变得更加有代表性。作为一位1999年出生的演员，她在短剧领域的成长路径非常清晰，从早期的校园题材到后来的都市、豪门、职场等多类型作品，她几乎在每一种情感关系中都能建立起有效连接。也正因为这种高度适配的能力，她逐渐被观众贴上了 CP 感很强的标签。这个标签听起来是优势，但同时也意味着她的每一次搭档变化都会被放在放大镜下比较。在众多合作对象中，最容易被反复提及的一组是她与刘晓旭在《盛夏芬德拉》中的组合。这部剧在2025年上线后，相关数据被广泛讨论，例如首日热度突破1集，累计播放量达到10亿量级，这些数字让他迅速进入短剧爆款的行列。但比数据更重要的是他在情绪表达上的完成度。剧中两人的关系从被安排的联姻逐渐过渡到情感靠近，过程并不依赖夸张冲突，而是通过细节堆积来完成。很多观众反复提到的是一些并不张扬的片段，比如在密闭空间中的克制亲密，比如在寒冷环境下不动声色的关心。这些细节没有被刻意放大，却反而让人产生像真实发生过的错觉。在微博、抖音等平台上，有观众留言说，看这部剧时会短暂忘记演员本身，只记得角色之间的关系。这种高度沉浸的体验，使得双语 CP 在一段时间内形成了非常稳定的讨论热度。但也正是这种沉浸感带来了一个后续问题，当观众已经习惯了某一组搭档的表达方式，再去接受新的组合时，很容易产生心理落差。这种出戏感并不完全是因为新搭档不合适，而是因为旧组合留下了过强的记忆。相比之下，王浩真与郭雨欣的合作路径则呈现出另一种模式。他们在国民老公带回家中建立了基础认知，这部作品以双向暗恋为核心，通过日常互动逐渐积累情感浓度。很多观众记住的是一些轻松但具有延续性的片段，例如办公室中的互动场景，这些内容在社交平台上被反复剪辑传播，形成了持续曝光。到了2026年的流星，两人实现2次合作，关系结构发生了明显变化，从原本的甜宠氛围转向更复杂的利益与情感交织。上线后24小时内接近6700万的热度表现，让这部作品迅速进入讨论区间。观众的关注点也从甜不甜转移到关系有没有变化。有意思的是，观众不仅在看剧情，也在观察演员之间的互动方式。开机现场的一些细节，例如递物品、整理服装，被反复解读为默契的延续。在海外平台上也能看到类似观点，有人认为这种自然流动的互动比刻意设计的情节更容易建立信任感。这种类型的 CP 并不依赖单一爆点，而是通过多次合作建立稳定认知。它的优势在于持续性，而不是瞬间冲击力。如果再把视角扩大，会发现郭雨欣与不同演员的合作其实构成了多种情感模型。他与刘宇航在《木离色》中呈现的是偏青春向的关系结构，身高差带来的视觉反差，加上更克制的表达方式，使整体氛围更接近记忆中的初恋。这种组合吸引的观众往往更在意氛围，而不是剧情张力。
而在后续作品中，两人的戏外互动被认为有所变化，这种变化本身又成为讨论的一部分。观众开始关注一个更复杂的问题：CP 的吸引力是否也受到戏外关系的影响？再比如，他与黄浩文、王凯木的合作，则分别对应不同的叙事路径，一个更偏向现实成长，一个更接近传统偶像剧结构。这些差异使他的 CP 感不再是单一类型，而是一种可以在不同框架中被重新定义的能力。如果从更深层的角度来看，这种能力并不是偶然形成的。表演训练让他可以快速调整节奏，而角色准备过程则提供了足够的细节支撑。有资料提到，在某些作品中，他会进行较长时间的观察与记录，这种方法让角色更接近现实逻辑。与此同时，他的搭档们也普遍投入较高，从体型调整到心理分析，这种双向准备构成了化学反应的基础。因此，所谓的 CP 感并不仅仅是情绪层面的结果，它同时也是方法与经验的叠加。把视角进一步拉回到行业层面，会发现 CP 的意义远不止于角色关系。在短剧这个以速度和效率为核心的市场中， CP 实际上是一种重要的流量结构。作品上线初期的表现往往直接影响后续推荐，而观众停留时间和互动行为又会反过来影响平台分发。在这种机制下，强 CP 往往意味着更高的点击率和讨论度。但问题在于，这种结构并不稳定，持续绑定同一组合可能会带来审美疲劳，而频